大家好，我是斑马可可。今天我们聊聊一场真正震撼世界的围棋之争。大卫·席尔瓦 David Silver 和他的 DeepMind 团队如何打造出 AlphaGo， 颠覆了人类智慧极限的传奇故事。故事发生在2013年。这一年，年轻的大卫·席尔瓦刚加入 DeepMind。当时，人工智能领域虽然有不少突破，但围棋被公认为机器永远无法征服的高峰。原因很简单，围棋的复杂度极其惊人。怎么个惊人法呢？荷兰和加拿大的科学家曾经把18种流行的棋类的复杂度列了一个表，这里面第9行是围棋。可以看出，围棋的状态空间复杂度是10的172次方，游戏数复杂度是10的360次方，纵向比较都是所有棋类当中最为复杂的一种。DeepMind 的创始人德米斯·哈萨比斯和大卫·席尔瓦并不畏难，他们一拍即合，立下目标，如果 AI 能在围棋上击败人类冠军，那将是人工智能的里程碑。当时不少专家都觉得这简直是痴人说梦，但他们不为所动，反而愈挫愈勇。大卫·席尔瓦说过，我们不是想让机器成为超级穷举计算器，而是让它学会直觉和创造力。AlphaGo 的开发过程绝非一帆风顺。最开始，团队尝试用纯强化学习训练 AI， 但结果惨不忍睹。它不仅没法赢，还连基本规则都学不会。据说最初的一段时间， AlphaGo 连叫吃都不懂，人类棋手根本没把它当作潜在对手。后来，他们引入了双神经网络架构，一是策略网络教 AlphaGo 怎么走棋，二是价值网络判断局面好坏。先用监督学习让它学习16万盘人类棋谱，3000万种职业棋手的下法，再用强化学习让它自我对弈，每天下上万盘棋，像个不知疲倦的围棋狂人。有一次， AlphaGo 突然下出了一手极具创造力的冷门招法，连职业棋手都非常惊讶。那个瞬间，团队意识到 AlphaGo 不再是模仿者，而是创新者了。2016年3月， AlphaGo 对上韩国围棋传奇李世石，全球超过1亿人围观这场人机大战。席尔瓦说，他们团队在比赛前打了个赌，每个人猜比分，其中他自己猜的是 AlphaGo 以4-1获胜，这表明他们非常的有自信。前2局 AlphaGo 轻松获胜，震惊了所有人。第3局中盘， AlphaGo 下出了第37手5路尖冲，这招棋在人类职业棋手中极为罕见。李世石沉思12分钟，现场解说员直呼看不懂。古力和柯洁在直播中都表示震惊，古力说这步棋令人震惊，柯洁说5路尖冲太让人震惊了。韩国讲解员刘昌赫表示非常意外，第一次看到。叶卫平更是说要对 AlphaGo 脱帽致敬。这手棋后来被认为是 AlphaGo 带来的革命性突破，打破了人类数百年的定式束缚。最戏剧化的是第4局，李世石使出神之一手，第78手挖，让 AlphaGo 首次出现判断失误，后续招法一团乱。DeepMind 团队当时紧张的快炸锅，大卫·席尔瓦说，看到胜率曲线直线下降，整个房间瞬间安静下来。但同时，我们深深敬佩人类的创造力。虽然李世石最终1-4败北，但他赛后坦言， AlphaGo 让我重新思考围棋。大卫·席尔瓦则谦虚表示，这不仅是程序的胜利，更是人类智慧的胜利。那大卫·席尔瓦和德米斯·哈萨比斯是如何遇见并开始合作的呢？这还得回到学生时期，当时席尔瓦在剑桥大学读书，一个不小心就认识了德米斯·哈萨比斯。他们在毕业后还一起创立了视频游戏公司 Elixir Studios。 这个名字很搞笑，翻译过来叫做长生不老药工作室。这组老搭档在多年后再次联手，席尔瓦是团队里最执着于机器直觉的灵魂人物。他坚信 AI 不能只做穷举计算，而要像人类一样感觉棋形的优劣。在他的主导下， AlphaGo 的价值网络不再只是静态评估局面，
而是学会了动态预测未来多步后的胜率概率。这一颠覆性的设计将抽象的奇感转化为可计算的数学语言，成为了融合蒙特卡洛数搜索与神经网络的关键突破，真正让 AlphaGo 的落子拥有了超越人类的深远视野。那么 AlphaGo 是如何思考的呢？ AlphaGo 的是深度神经网络加蒙特卡洛数搜索的完美结合。神经网络像个经验丰富的棋手，快速判断形势；蒙特卡洛数搜索像个不知疲倦的计算者，模拟未来无数可能，寻找最优路径。更酷的是 AlphaGo 经常下出非常规奇招，这些都是他自我对弈中发现的，甚至颠覆了人类几千年围棋智慧。大卫·席尔瓦曾说， AlphaGo 就像一个既有天赋直觉，又能彻夜不眠琢磨战术的超级棋手，唯一不同的是，他永远不会累。2017年，团队发布了更强的 AlphaZero， 完全不依赖人类棋谱，靠自我对弈白手起家。据席尔瓦说，这种算法其实非常简单。从最开始，你选择一个策略，要如何行动，以及如何评估每个动作的得分。每次就是根据你的评估标准搜索采取最佳的行动，并以此去训练提升你的策略能力，从而做更多这样的事情。同时你也训练和提升评估的能力。此后只需重复几十亿次，大师就诞生了。简单的说，就是在不断的行动中，经过时间累积，提升自己的策略能力和判断能力。他讲了一个颇为有趣和神奇的故事。他说，他们刚刚让 AlphaZero 下完国际象棋的时候，想要将算法即插即用的适用于其他的棋类，当时选中的是日本的将棋。他们组里没有人会下这个棋，只是看规则，但都没有实际经验和技巧，所以他们不知道 AlphaZero 到底下的怎样。于是席尔瓦拍了一段 AlphaZero 下将棋的视频，发给他的棋类爱好者朋友德米斯·哈萨比斯。哈萨比斯回复说，这看起来挺不错的，我要发给世界冠军朋友看看。而那位世界冠军朋友说，我认为这超出了人类的级别。他说这个经历非常神奇，因为他们只是插上了电源，而并不知道具体是如何实现的。此外，席尔瓦说，他们惊奇地发现，这种完全依靠自学，完全不依靠人类知识的系统，最终变得非常的强。AlphaGo 是先和围棋大师学，再自我博弈。AlphaZero 完全没有跟人学，完全都靠自我博弈学习。结果 AlphaZero 竟然以100-0的优势击败了 AlphaGo。大卫·席尔瓦总结说，很多时候我们人类作为设计师，倾向于相信我们知道如何让系统变得更强大，但很多时候我们把自己的偏好融入到程序中，实际上反而削弱了程序。AlphaGo 和 AlphaZero 的目标并不仅限于围棋，它更像是谷歌对外展示技能的一个广告。这类技术还被用于数学证明、蛋白质折叠预测、医疗诊断、气候模型等领域。大卫·席尔瓦说， AlphaGo 展示了 AI 自我学习的威力，从零开始，超越人类经验。未来，我们要让 AI 成为科学发现和复杂决策的强大助手。正如大卫·席尔瓦所洞见的，最强大的 AI 是帮人类看到自己看不到的可能性。这一理念正指引着 AI 发展的前沿方向，使其超越工具的角色，成为我们探索未知领域的搭档。然而，这条道路也伴随着深刻的权衡。业界近来频繁出现一种警示，我们已经达到了可用人类数据的极限。许多专家担忧， AI 若完全摒弃人类数据和评价，可能会脱离与人类价值观的对齐，从而引发不可预知的风险。但席尔瓦分享的愿景也提供了另一种引人注目的视角。如果我们的终极目标是实现超越人类智能的通用人工智能 AGI， 那么过度依赖人类干预或许反而会成为一种限制。真正意义上的超越，意味着 AI 需要具备自我进化的能力，去发现人类认知边界之外的新范式。这并非要忽视安全与伦理，而是要求我们以全新的、
更高级的方法来构建与引导 AI。未来最大的挑战与机遇就在于我们如何谨慎地平衡这两者，一方面汲取人类的智慧以确保安全，另一方面赋予 AI 自由探索的空间，以激发真正的突破。未来的 AI 世界会是怎样？它可能就在你的想象之中。感谢观看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